本集影片由马来西亚桌游分销商 Kohi Board Game Cafe 赞助播出。咖啡的香气，桌游的乐趣，携手共创美好回忆。本集影片由可蹦的 Ako Baleno Hobby Center 提供场地拍摄。挑战游戏无极限，彩虹陪你笑翻天。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州桌游社，我是 Alex， 欢迎来到我们神州教桌游的第8期影片啊。那本期我们教学还有介绍的游戏呢，就是这一款 Cascadia 卡斯卡地亚。那这一款游戏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德国年度游戏奖。那这一个奖项呢，主要就是颁发给一些规则简单，然后又老少咸宜，玩起来很容易，可是又有深度的一些游戏。那这一款呢，就是获得了2022年的这一个奖项啊。那这一个游戏究竟是为什么可以获得这一个奖项呢？话不多说，我们来解释给大家看看这款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吧。OK， 那也顺道提一下，本地的桌游代理商 Kohi Board Game 也获得了这一款游戏在本地的总代理哦。OK， 那他们呢预计会在本地呢举办一场 Cascadia 的国际比赛。那我们会在本地呢筛选出一个总冠军出来，而你就会被赞助派过去泰国的西莫展那一边，代表马来西亚。打进这个 Cascadia 的总决赛。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记得要密切关注 Kohi Board Game Cafe 的社交媒体，以及你身边一些店家的社交媒体，因为他们有可能会跟 Kohi 一起联办这一场 Cascadia 的国际比赛哦。那话不多说，我们来介绍这一款游戏是怎么玩的吧。Cascadia 卡斯卡地亚之旅，游戏设计师 Randy Flynn， 策划师 Beth Sobel。玩家们会在游戏中为卡斯卡地亚地区不断的扩建各种不一样的栖息地，以让更多的自然动物能够居住在那里。你能够发挥你的专注力，为各种不一样动物的生存条件而做努力吗？好的，那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要怎么做一个简单的设置吧。首先是这一个动物的原片 ，OK， 游戏里面呢提供了非常多的动物原片 ，OK， 把这些原片呢给全部放进这个布袋里面。那接下来呢，把所有的这一些地形板块或者是叫栖息地的板块 ，OK， 这种6边形的板块呢，面朝下吸混过后呢，分成几个堆叠 ，OK， 因为它有数量相当多，如果你全部叠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倒下来嘛。OK， 游戏呢会有讲，你可以把它给分成几个堆叠 ，OK， 然后呢，再根据玩家的人数呢，我们会随机移除掉一定数量的板块。那以4个人为例好了，4人为例的话呢，就会随机移除掉2个板块，把移除的板块给完全移出游戏，给放回去盒子里面，那这个游戏呢就不会再用到了。OK，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随机呢为每一种积分的动物呢都给翻开一张。OK， 那这个游戏里面会有5种的动物来作为积分，分别是熊啊、鹿、鱼、老鹰还有狐狸。OK， 那你是可以随机的翻开的。OK， 因为游戏里面呢每一种动物都有提供几种不一样的积分方式啦。OK， 你是可以随机打开的。可是如果是否第一次玩的玩家呢，游戏有建议你们可以使用这一个英文字母 A 的这一张卡牌来作为你的第一次体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给每个玩家随机的分发这一个起始的板块。那起始的板块呢，就是由这一种3个地形板块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形状的，每个玩家随机分发1个，然后剩下的呢就不会用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一个面朝下的板块里面呢，随机打开10片，放在桌子的中央。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们会从这个布袋里面呢，随机的抽出4个动物原片，给一个一个放在这一些打开的地形板块下面。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形成4对的板块还有原片。OK， 然后最后呢，把这一个自然指示物呢，它是一个种子的一个设计，把这个自然指示物呢给放在旁边备用。那这样一来呢，设置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看这个游戏的流程吧。这个游戏的流程其实流程很简单，在你的回合里面呢，主要有3个阶段，分别就是拿取、平方，还有填补空位，就这样简单而已。那我们来做一一的讲解。那首先是拿取 ，OK， 那在这个拿取的阶段呢，在你拿取场上的这一个板块还有原片之前呢，有2个东西是需要去注意的 ，OK， 那第一呢，就是如果场上的动物原片有3个为一样的时候呢，当前回合的玩家，你可以选择是否要把这3个给刷新掉，就是把它给移除，然后你再从布袋里面重新翻产一个新动物原片。OK， 那打个比方好了，我决定我要移除，你就把这3个给放在一旁先，然后再从布袋里面呢一个一个的填补刚刚的空位，然后再把你刚刚所移除的呢放进布袋里面。
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当场上的所有动物圆片呢都是一样的时候呢，当前的回合玩家你就必须要移除这些动物圆片。那也一样的，把它给放在一旁先，然后再从布袋里面盲抽，来填补这一些空位。所以记得哦，你的游戏过程中呢，你每次抽圆片的时候呢，都是不会看这个布袋的 ，OK， 都是属于盲抽。OK， 那在填补过后呢，再把你刚刚放在一旁的给放进布袋里面。OK， 那在填补过后呢，记得也检查一下是否有再撞到前面的那两个情况，就是3个重复或者是4个重复的动物圆片。那在检查过后呢，玩家就正式去进入你的拿取阶段。那玩家你就必须要从场上呢拿取一对由地形板块还有动物圆片所组成的一个配对。那打个比方，我选择这一对好了。OK， 那顺便来提醒一下，正常的情况下呢，当你拿取中间的板块还有圆片的时候呢，都是以一对一对的形式，这个固定的配对来拿取的。那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别的行动，就是使用这一个自然指示物。OK， 在你拿取的阶段的时候呢，你可以花费一个自然指示物来拿取不一样配对的这个板块还有圆片。打个比方，我可以这样子拿啦，或者是这样子拿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花这个自然指示物，给移除任意数量的动物圆片。假设说这个开出来的结果我不满意，那我就可以花这一个自然指示物给移除我不喜欢的圆片。你一样的，每次移除的时候把这个移除的给放一旁先，然后再从布袋里面填补这些空缺，再把你移除的给放进布袋里面。OK， 那这就是拿取阶段的所有细节。OK， 当这个玩家拿取了一堆的组合过后呢，那第一阶段就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阶段，平方的阶段。那平方的阶段呢，有几点是需要去注意的。第一是先平方板块。那板块的平方呢，这个游戏并没有说一样的地形才可以连在一起。板块的平方规则呢，就是你必须要跟你场上你自己面前的其中一个地形板块的以边连边的形式相邻平方。就像这样子我也可以，或者是这样子也可以，必须要边连边，脚碰脚是不可以的哦。OK， 那在放置过后呢，玩家你就可以把你刚刚拿到的动物圆片给放在你的地形板块上面。那放置动物圆片呢，也有几个规则。第一个就是一个地形板块上面只可以容纳一个动物圆片，也就是说，如果板块上面已经有一个动物圆片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再放第二个了。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去符合这个地形的生存条件，才可以放置这个动物的圆片。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这些地形板块会有提供不一样的地形，分别是有山地、森林、草原、湿地还有河流。那不同的地形上面呢，都可以让你住着不一样的动物。那你可以看到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这一个板块，这边它是由2种地形所组合成的一个地形板块，那它可以容纳狐狸或者是熊居住在上面。那我这个刚刚拿到的是一只鹿嘛，那这一个呢就不能去居住了。那我就去找看场上有没有一个空着的地形板块是可以让我容纳这一个鹿的，那这一个有，那我就放在这一个。那如果场上呢，你很不幸的没有一个地形板块可以容纳你刚刚拿到的这个动物圆片的话呢，你就得把它给放进布袋里面。OK， 那在放置的过程中呢玩家们，如果你有办法把你刚刚拿到的动物圆片给覆盖在场上标记有这一个自然指示物符号的这个地形板块的时候呢，你可以从这个供应区这边拿取一个自然指示物供你之后做使用。OK， 那当玩家平放了刚刚拿取的这个地形板块还有动物圆片过后呢，这一个阶段就结束了。然后到第3阶段就是填补的阶段，这时候呢玩家就要从这个供应区里面呢再重新翻一个板块，然后再从这个布袋里面盲抽一个动物圆片来放在这个新的板块的下方。那这样一来呢，你的回合就结束了，我们就会传给下一个玩家，就这样子而已，很简单。OK， 那游戏呢就会一直这样子继续下去，直到这个地形板块呢不足以填补场上的空位的时候呢就结束了。那在这个时候呢，玩家你就会发觉到，其实整场游戏里面呢，你就只有20个行动，也就是说你只有20次可以从中间拿取板块还有圆片的机会而已。OK， 那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进行积分。OK， 那积分呢，主要也有几种的积分来源。第一种就是动物，第二种是地形，第3种是你剩下的这一个自然指示物，这些东西都会提供你分数。那第一个，我们来结算一下动物的话呢，动物就会根据你一开始游戏所使用的这一些动物积分卡来进行积分。OK， 那我们会为每一种动物呢都个别来做计算，每一个积分卡上面呢说明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讲解，我这里就不多做的拘束了，我就简单讲解一下就好了。比方讲这个熊的话，就是没有2只熊组成的一个群体呢，它都视为一组，而且旁边它的相邻的位置呢不能够有其他的熊，也就是讲你只可以有2只熊住在一起。那每一组呢你都可以拿10分，那2组会有11分，3组会有19
19分，10组或以上呢就是27分。OK， 那这个路的话呢，就是单个的一支路呢会有2分。OK， 那如果是有2支路呢，以直线的方式来相连的话呢，你就会有5分，然后3支路连成的直线呢就会有9分，4支会有13分，以此类推。OK， 它分数基本上都还蛮简单看的。OK， 比较细的解说的话呢，在卡牌的下半部分会有，或者是你要更加完整的话呢，你可以需要规则书那边去查看。OK， 那统计完动物给你的分数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地形。OK， 地形的话呢会有2个的积分方式，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你去计算你面前每一种地形最大的面积。OK， 那打个比方的话，假设讲我森林哦，很明显会有2个部分嘛，那这里是由2个板块2片板块给组成的，那这里呢是由1、2、3、4、5、6、7，是由7片板块所组成的这一个森林。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森林处呢标记写7就好了。我来算看那个3D 的话。3D 的话，最大片就是由5片组成的，那我给它的5分，以此类推。OK， 那每一个地形的最大片的面积呢，你都可以拿到分数。那比较完你自己面前最大片的地形面积过后呢，我们还会再跟其他的玩家来做对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一一来做对比，也一样的。3D 谁的最大？刚刚说了，我的是由5个板块组成的嘛，可能 B 的玩家呢，它是由7个板块组成的，它是最大的。以4人为例的话，最大片的玩家可以拿到3分，那第2名的玩家呢，你可以获得1分。那如果是2个玩家都打平的话呢，2位都可以拿到2分。那如果是第2名打平的话呢，那2位玩家呢，你们都不会拿到分数。OK， 那我们就会一个一个这样子比下去。比方讲，森林我是最大片的，那我可以拿3分，然后 C 玩家是第2大片的，还可以拿1分。OK， 以此类推。OK， 那在计算完这个地形板块提供的分数过后呢，我们就会来计算这一个剩余的自然指示物，每一个剩下的自然指示物都可以给你提供1分的分数。把动物、地形板块还有这个剩余的自然指示物的分数给加完起来呢，最高分的玩家就获胜了。那如果打平的话呢，剩下最多自然指示物的玩家，你就可以获得胜利。那如果再打平的话呢，那些玩家就会共享胜利啦。OK， 那这个就是卡斯卡迪亚的玩法啦，是不是很简单呢？对，那特别提一下的是，游戏呢还有提供这一个家庭模式，整场游戏里面呢就只会用到这一张的积分卡，每一种动物的积分方式都会是一样的。OK， 如果是由1种动物所组成的一个个别群体的话呢，你可以拿到2分。那如果是由2只一样的动物组成的群体的话呢，可以拿到5分。3只或以上相同动物形成的一个群体的话呢，可以拿到9分。OK， 那所有的动物呢，基本方式都是一样的。OK， 我们就只看这一张，这个就是属于更加合家欢，可能老少咸宜的一种玩法啦。OK， 那这就是卡斯卡迪亚的玩法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这个游戏进行的一些流程啊，还有欢乐的情况吧。来，简单快的游戏，不用怎么想。来，一些想的就是垃圾啊，哇，跳出去，想的就是我是垃圾。OK， 盖。快，这个就是到我。想快点按键吧。就这样。哎呦，整个地都是稻田了。哇，几麦球。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不要思考，要选择爬山。OK， 压力，这个有比赛的嘛？打国际比赛200，没有人等的。对，我就不用去比赛。大家不适合去比赛。对。搞不好我们自己去打比赛。是咯，我们赢了，神州座也是又多一个成就。外3粒啊，我选择 C。所以我还是要这个戏，很吸引人，你不要讲证明你不是人。你不是人。Alright， 来。我要换。你不要再看不起那个狐狸。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要狐狸？你有没有人要啊？选择洗哦。来，谢谢惠顾，洗到个可以1到4个。洗到啊。哦，你呢？来，90粒。1粒来，6到9。里面都是盖着的，你在地上会很痛的。
Alright， 来 ，better， 看来没有熊，还是没有熊。七。他，你看到排好那个地方那个熊好了已经。有熊没？然后呢？你的熊比我远呢。对，你看我们要自拍啊。我这边要给你，我要这个。熊，中气，喂，耶！但接不到，接得到啦，那么多滴。来，无敌啊！狮子就最多分了，都 max 了，这样我放别的。哦，你就四次啊？是你。熊，你的熊都有3只了啦，熊有没有看到吗？可以洗啊。那么 free 哦，洗啊洗啊洗洗洗洗。很惨的，无理有人要我。可是你要 exact shape 哦。我以为那锁仔吧。你自己读。周琦 Oh my god! I am the clown. 没事没事没事，太有。Later. 这声音什么声音？车，眼睛车。哇，动物，乱叫。我动3个，讲都听得出。只有不动3个会发出声，厉害，是干嘛的？厉害耶！来比赛，国际比赛，1分钟。心里我觉得卡斯克代应该不能想1分钟。有，说了有。因为的你这个熊了。啊？为什么？有，我这个。那我要画多个。哎，不用，最后了，可以给我一只鹿吗？熊。喂，我不会抽的你。哇，20滴熊出完了。反正最后一轮。发多个血了，不能再发多个了。没人看到没你这样的吗？对的。先发完3个，赌心态。那这个删掉了你。直接心累。哎呀 ，Two more chance. One more left. 弟弟，哦，等一下，我怀疑都讲，我怀疑你有看，我这样看。我怀疑你在偷看。哎，可是游戏结束哦， OK。用完了，拉完积分，来，谢谢 Alex。A few moments later. Alex T 获胜。可以拉一下，可以拉一下。哎 ，good， 来，我们也是一样来一个小小的 review。其实这个游戏它是蛮容易去理解的，只要你知道，一直玩第2次也好，或是第1次也好，你知道它那个游戏规则，看着那个动物以及这个分数的那个东西，你跟着感觉去做的话，就是你预算到，其实它每个动物的那个分数是息息相关，完全是新的呢。你在学你的必胜的技巧。我是在学我的strategies啊，我看到的就是bully的 action 是很大的。比如鹿的话就比较你要想好那strategy讲攻，可以这样去攻嘛。可是如果是狐狸的话，你放狐狸，第2个你会开始想鱼，第2个你会开始想熊，这样子就一只狐狸好了，是这样子你就造反，可是尽量就 match 回那个狐狸吧。对。然后在另外一个我 idea 就是关于场景的东西，就你可以 focus on 1-2个就1-2个了，其他的你就不要随缘啊。总结我的心得来说，就是这个游戏是很好，在火把地或者是就是把地面它太容易理解，我把地 OK 了啊，火把地还是 OK 的，5万字开始啦，有一个笑声有点吵我们笑声。其实这个游戏呢，它好少在医学，然后它积分方式有很多，我们在玩 B 面的，其实它每个动物都有不同积分方式。感觉上是它全部 A 呢，它们只有搭配；全部 B 呢只有搭配，也可以容许你 mix， 你可以 A、B、C 轮抽，但是可能就搭配上来讲，你会有点违和，或者是你找一些新的搭配啊，不懂。可是它好在就是很多变化咯啊。然后第2来就是容易教，医学难精啊，我觉得就是那
容易学，可是你要玩精嘛，还是要考虑自己的一些思维啦。它就是一个家庭式策略，就是大人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老人家可以玩，然后也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策略游戏啊。对我来讲就快，简单学，然后2圈也很快完成啊，就用这个就好了。是简单易学的一个轻策游戏，对，这就是我的心得，还不错，多变化，简单学。我是觉得这个游戏是蛮好玩的啦，是很容易学，虽然它玩的方式很多，然后可以拿分的方式很多，所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不 focus 的话，就很容易来拿错东西啊，或者是分段，或者是对，就像这种没有时间想的时候，就一个不小心拿错这样。要分离了。对可是就现在来讲的话，就很容易学学的话容易啦，可是要玩的好的话，要一点 skill 啦。对易学难精。我觉得不错的是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它有几个不一样的卡牌的那个套是都把它基本方式scoring 会不一样 ，A 跟 B 啊，对。所以就这样，这一套游戏可以玩多次都比较不会死，因为每次可以有一些变化这样子，所以会蛮多 variety 的啦。蛮刺激。对，刺激就是适合刚入门的，然后可是可能玩多 board game 的人，可能也会有找到自己的挑战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它的 range。我觉得这个 board game 还是很适合那种初学者吧，就是因为还有这种图片可以看那些每个规则，好像老鱼是隔一个格子的，然后鱼是一条线要连着。我们讲给嘉宾打分数啊，就10分。以我们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易学难精啊，大家都是这样觉得的应该，所以就是一个入门的 strategy game。10分的话，你大概得到7、8分。7、8分 ，good， 就是这样子。好，7、8分7.5，OK，good。那本期的4万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请记得继续留守一下 Kohi 的所有社交媒体，因为在今年里面呢 Cascade 即将会举办一个国际性的比赛哦，然后我们会在本地那边筛选出一个总冠军，再代表我们马来西亚去到泰国那边比赛。OK， 当然了，除了 Kohi 之外，也要去密切关注一下你附近的店家，因为他们也有可能一起配合做这个比赛。OK， 一手桌游，与你畅游。OK，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